香港開往北京嘅 CA102次航班即將登機，請你做好準備。我第一次来大陆应该是小时候，大概可能6、7岁吧。我妈就选择带我见识一下大陆的不同的地方，然后我第一次就来到了北京。我们那个教育是没有国语的哈，就一直都没有国语。有一个大陆来的游客就问我路，那我其实挺热心想回答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不懂得讲国语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你一个中国人都不懂得讲国语，有没有搞错？”我很生气，但同时间我反省自己，他好像有一些道理哈。97年之前我们没有越国教育概念，我们就是没有，对，我觉得没有。从我们书本里头教育的，我们还是殖民地里头的中国人。我叫沈辉，我来自香港乌川长大的一个普通港仔。我是方敏儿，来自香港。我自己是做独立策展的。他叫郑浩莹，他叫陈静儿，他叫王允庄。然后我们3个都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大二的学生。是的，我叫钟伟杰，我就是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建厂视频的总制片人。在07年的时候，自己就想搬过来北京，后来就认识我现在的老公，然后所以现在在北京有自己的家庭。我03年来了北京，现在呢在五道营胡同里头有一家店。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情绪都不太好，包括有沙士啦，张国荣又死了，梅艳芳又死了，就是很想离开这个地方。我开始想做这个店的时候呢，我是想一个概念，是我想把以前的中国的一些东西跟以前西方的一些东西加在一起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会有什么效果？那时候觉得香港好像一座围城，就很多观念啊已经固化，就是没有一个给我看到一种有活力的地方。然后其实人生这样不好玩啊，就是人生要多找些不确定性吧。然后就觉得来北京这儿，就觉得是找了一个突破的出口吧。那个时候感受也挺深的，来到北京一个这么大的城市，你去哪里都很远，空氣可能不好啊，冬天又很冷啊，有沙塵暴啊，什麼各種。北京成36度啦，咁條唔怪得你咁熱啦。但是因为香港太拥挤，北京反而你有一个广阔的空间，你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一个距离感，那反而大家就会变得更包容对方。你好，你是哪里人？香港。喺咗好耐啫。我主要喺北京嘅，工作模式在香港就是冲，听的人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然后把事情尽快做完，做得越多越好。试一下在这边，试一下可以吗？坏了，这个坏了，那我们换一下。但是你就知道来了这边哦，原来是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。那这样子吧，我们先早上处理这边，如果真的需要就找你们，因为对不是都包括在里边的，就很多挫折嘛。也用自己的方式横冲直撞。那叫什么师傅啊？叫什么师傅啊？姓苏。姓苏，你呢？姓佛。苏宁。两个苏宁啊，一个姓宁，一个姓苏啊。你应该要冷静一点，把事情处理好，好才出击。史先生，我看你好勤奋哦，来这里查了很多次，肯定要跟你打个招呼。那是我明天早上拿。早上要上班的有的，我叫他们帮你弄那个，好吧？太感谢了。然后现在就懂了这种模式，就叫自己别这么急。记得我第一天来上学的时候，澡堂，真的是完全不适应，因为大家都就是很害羞进去的时候。对，然后就有时候还有过马路就会很不适应，跑着过马路。我今天才那个游泳考试，然后我就是这样一直游，然后我一起来，然后老师说这就是香港人的节奏吗？东方之珠在经历了
漂泊之后，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。我们也从那个蹒跚学步的婴儿，成长为心怀家国的青年。我觉得有一个误解还挺深的，就是觉得我们很多人是受英国影响很深，然后植根在我们心里都是那个英国的那个观念还没走。可是已经回归20年了嘛，已经跟英国没什么关系了嘛。可是你老是跟香港一提到香港，你就联系到英国，这根本都没有呀。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们吧，他们可能还是觉得我们还是不是大陆人吧，可能是像外国人一样，可能文化上面有一些差异，那可能就是你普通话说的不好，所以我不跟你说了，好吧？你不是在大陆长大的，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明白。确实，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，我们的生活习惯就一样，但是我觉得价值观啊或者深层里头的话，还是我们中国还是都差不多。在91、93年的时候，就住在加拿大一个小镇，因为它是一个交流项目，每个地方每个国家的人都要上台表演国家的舞蹈或是唱国歌。作为一个当时受殖民地教育的人来说是没有的，我们那个年代是缺失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还需要写英国籍嘛，那你又不是英国人，人家又不承认你是英国人，我就不知道表现什么，唱什么。那些相对少一点的地方都可以唱得这么好，那为什么我不懂呢？觉得最终还是挺尴尬的，就是上台跟就是要唱《世界真是小》。之前其实完全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份问题，从来没想过。但是从这个之后就觉得，究竟我们的根是什么？我爸是从1969年到了香港啊，我们家是在广东省里面一个县城里，他们命运也比较坎坷了，那所以到时候整个家族就可能只剩我爸一个人，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可能就跟几个同乡到香港去。他在小时候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些故事，比方他们逃到海里的时候，他们看到鲨鱼就往上面骑，那个鲨鱼就带他到香港去。我小時候就信了。邊度有騎鯊魚啊？佢同我講落嚟游水嗰陣騎鯊魚喎。你死啊！佢呃你㗎嘛？咩騎鯊魚你？佢嗰陣時，你老豆話咩啊？10幾個人游，最尾得翻幾個嘅。到咗香港嘅水域啊，水景咧，快啲游，快啲游，快啲游，拉佢哋上嚟，仲入咗差館，俾咗2、3碗白飯佢哋食啊！明唔明啊？係嗰啲香港水警救咗佢哋㗎，咁樣咯。後來我爸他就在香港建立了一個這樣的家庭了。啊，這一本最珍貴啊！我是放在外面，我常常看的東西啦。啊，你紀念阿公㗎啦。然後呢，我的外公外婆原來也是內地人，那個時候是非常非常想回到家鄉的。叫做第咯，第叫做憶路，就是可以回憶嘅憶啊，回憶嘅憶，大陸咯。那生我嗰陣時咧。然後我媽本來的名字叫依雪，冰天雪地的雪。奶奶佢哋係瀋陽人啊嘛，冰天雪地嘅地方，年年都落大雪嘅。他們的腦裡面都是一直在記憶着東北。但後來很遺憾的是，我外公還是沒能回到內地去了。回歸20週年，喺回歸之下成長嘅年輕人，部分人香港有一個悲哀，就是我們老是覺得我們什麼地方都去不了，我們只能去深夜去香港島，香港島也會去九龍，九龍也會去大嶼山，就是我們的那個世界就好像這麼寫。但其實我們國家很大。
建厂曾经也拍过几个跟香港有关的题材。其实我的心态是呢，我尽量找一些机会拍一些香港的一些草根啊、平凡的人啊、年轻人啊这种，用内地观众比较熟悉的方法给到内地观众去看，就是借这个机会让多一点去交流。沟通非常重要，其实就是能抛开那个成见，会发现其实我们相处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的，就是也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香港的同学是愿意来到内地去读书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已经踏出了很大的一步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说话都好地道啊，现在什么贼什么什么什么咋地咋地，超级多，学到很多。嗯。我没有说想太多，我是香港人啊、北京人啊或者大陆人啊。北京有北京的好啊，香港有香港的好，只不过是为什么我们不把大家的好都加在一起，让它更好呢？每次出差完回到北京，还对有回家的感觉吧。送孩子啊，接孩子啊。这些时间我还是比较享受的，节奏也不用这么快。我现在已经35岁了，我父亲去世也已经快5、6年的时间，但是我现在还是很愿意相信我爸小时候跟我讲的，他骑着鲨鱼背来到香港的这些故事。在小时候，我的心目中就建立了一个他很勇敢的一个形象。那到我长大了之后的处事来说，我就更愿意去很勇敢去面对一些未知的东西，更勇敢的去面对一些未知的未来。我觉得狮子山下的那个歌有几句特别好。放下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一起去追，同舟人世相隨，無畏更無懼。